好了，我学好了。你许的是什么愿？放吧。你来了。为何要见我？子渊，大人，大人，大人，我去叫大夫。哎，琳琅，不用去了。大人，我这病是天意，可是我心里有数。明熙哥哥，你的身体还没有好点吗？我的病没事儿，放心吧。不是这样的，大人的病从来就没有好过，他为了你的。大人一直守着那个承诺，那个约。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吧？琳琅不敢。你给我出去！出去！明熙哥哥，你对琳琅也太过严苛了点。他的确是在关心你。这些年，你为我做了很多，你很辛苦，我都知道。子安，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
陛下，江镇病危的消息传出去，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尸体，朕相信他一定还活着。是。琳琅知错了，大人别生气了。琳琅，我一直知道你识大体，懂分寸，但今日你僭越了。琳琅不忍看大人独自生前，大人为替小妾付出那么多，不比太子殿下少，您为何不告诉他？我已行将就木，告诉他又能如何？可大人明明和狄小姐早有婚约，那块玉佩便是定情之物，您何必委屈自己？但当年那位圣旨一下，我这婚约便荡然无存。你要我如何告诉他这份已不存在的婚约？可是大人可以……不要再说了。这件事儿，以后不许再提。如何？你别难过，我再换个方子给你服。只要我们坚持，你的眼睛是一定会好的。算了，莫霜公主，你以为我试了许多方子，我的眼睛算是废了。你千万别这么说，我都还没有放弃，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多谢。明日我们再试。嘉诚帝身体抱恙，怕是……啊？怎么了？你下去吧。是。大境传来消息，说嘉诚帝身体抱恙，怕是没有多少时日了。莫霜公主，陛下执掌大境10几年，这消息不会随意传到北秦的。我没有撒谎，是真的。我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陛下一生关系着大境安危，天下太平。他若不愿意，这消息不会不胫而走。所以你是说，这消息是大靖皇帝特地授意？那为什么呢？是时候回去了。可你眼睛都还没好。等不了了，麻烦莫霜公主替我备车。好，多谢。对了，你回京后，要是阿乐姐姐看到你，她肯定会很惊喜的。
殿下，小心台阶。太子，是你吗？陛下，你醒了。太子，真的是你，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太子。让朕好好看看你。臣不孝，让陛下忧心了。没事。眼睛，你这眼睛怎么了？啊？臣的眼睛不幸在青南山上受伤。陛下，您的身体可还好？朕的身体啊，日渐不济。朕怕再也见不到你了。臣不孝，臣双眼为愚，怕陛下见了忧心。回来就好，来，慢点，来，小心，来，坐。放心，会有办法。就算是访遍天下名医，朕也会让人把你的眼睛治好。臣谢过陛下。对了，你去过紫园那边了吗？臣与他不必再见了。从今以后，他若留在京城，我与他便是君臣；他若不留，我与他便是君民。太子，无论如何，朕只希望你呀，不要让自己后悔。殿下，我们是去太子府吗？去凌香楼，我想见一下骆明熙。是。初春时节最容易乍暖还寒，你要好好静养身体，不要耗费太多心神。这些年要不是因为我，你的身体也不至于病弱至此。放心吧，我身体没事儿。帝家和靖南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你的身体更要好好的才是。我在京城蛰伏了10年，如今东家终于东山再起了，我可得赖着你了。你都是要娶妻成家的人了，老赖着我做什么？我本就是靖南人，有靖南的姑娘，我在京城挑什么？你就这么瞧不上京城的姑娘？是，我喜欢靖南。让一让，小心！好，谢谢啊。你方才说什么？哦，没事儿。我说你多看顾自己，别老替别人着想。殿下，他们走远了，我们跟上去吧。不必了，回去吧。是。子安，你真的决定留在京城不回京南了？是。那好，那我也不回去了。毕竟在京城待久了，回去恐怕会不习惯。你就不用送了，我自己回去吧。好。
殿下，怎么了？简颂见过殿下。简颂，这是殿下知道。你还活着？正是，属下当日坠崖，幸得贵人相助，才得以生还。殿下，好，活着便好。属下今日来，是要带殿下去见一个人。谁？属下的救命恩人，也是能治殿下眼睛的人。殿下，台阶。见过帝前辈。坐吧。来，喝杯茶。谢过前辈。你的眼睛，我或许可以一试。前辈不必宽慰我。你何必心思如此沉重？治了再说。紫园到处在找你，你回来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他？为何？知我归来，他会做什么？我知道。但前辈，我这双眼已不能做大境主角。寒夜，你是打算和紫园划清界限，再不出事？是。寒夜啊，你跟紫园就不要再重蹈我们的覆辙了。大境江山需要他，寒帝两家的仇怨在前，我不出现才是对他最大的裨益。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吧。你真这么想？是。可是想当初，你为了紫园，不惜从青南山一跃而下。前辈，我当日不只为他，更为大境。你与紫园如此刻骨铭心，你当真放得下？我与他都有各自的责任，都应该重新开始。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嘛。也罢，你先住在我这儿，我把你的眼睛治好。不过，切莫心急。谢过前辈。小姐，这现在外面都在传说殿下凶多吉少，还说小姐您权倾朝野，拥兵自重，还与韩家有仇，说这大境多半是要变天了。他们就知道瞎说。小姐，小姐，何事？太子殿下回来了。他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在福陵山。但是小姐，我听帝家家主说，太子殿下不想见你。见不见我，由不得他。小姐，你看这样可好？面前，我会不会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太憔悴了？还有这头发。不会，小姐永远明艳动人。
这一个个的都不知道尊老爱幼。你已经回来好些日子了，真不想见他？ 12至13。前辈，您输了。输了？哎，不行不行啊，这我得重新下。前辈，对着一个瞎子回气，这可不太地道。算你赢，行了吧？你不会是因为眼睛瞎了？ 所以才不肯见他，寒夜啊，他又不是个看脸的人，你怎么也跟那些凡夫俗子一样，拘泥于这些呀？前辈有所不知，他当年可是打着太子荣冠中原的旗号进京的。我和他之间隔了太多人和事。 更何况眼下时局不稳，见他只会让他卷到更多的是非中去。是谁？你是何人？殿下，奴才因不能经常在山上伺候您，因此帝家主特地遣了一人过来。前辈，她是您的人？是，这丫头是我带来的。 快，去重新沏壶茶来。大人，水开了。他回来这几日一直都住在福陵山。是，殿下不让奴才将事情告知您。所以明明是生离，他却要当作是死别。殿下的心思，奴才不敢揣度。 前辈，我已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不需要外人服侍。你呀，这平时跟我下个棋，都要极力站在旁边，喝个茶，便能把我的茶碗碰掉。寒夜啊，我这可没有多余的东西让你糟践啊。要不，你就让这个丫头留下来伺候你；要不，你就离开我这儿。不过我可有言在先啊，你要是离开我这儿，你的眼睛，我是没办法治了。
你叫什么？殿下，他是个哑巴。你走吧，吉利，你也走。殿下，这丫头哭了，她在那儿比划着。要是您不把她留下来，帝家家主会责罚她。好，我知道了。别哭了，你们都走，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子规，子渊啊子渊，你泡的茶是又苦又涩。子渊，云溪哥哥，我没事。寒夜怎么样了？一切都好，只是眼睛看不见。那我就先不去见他了，你带我看看帝前辈吧。嗯。顾祖母，哟，你小子怎么来了？帝前辈，来，坐。哎，顾祖母，陆明熙可不是空手来的。西山白鹿，我看啊，你来看我是假，看寒夜是真。堂堂太子搞成这样，他有什么可看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这怎么还跟从前一样无趣？无趣。对了，子源，寒夜那边怎么样了？固执的很，不肯让我多留。他心思缜密，应该已经发现是你了。只要他不捅破，我就能多留一天。你就不怕他变着法儿的驱赶你，让你吃苦头？他呀，谦君子，他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是脾气。这些都不重要，顾祖母，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他的眼睛治不治得好，就看一味药引有没有。盛开的长丝花。长丝花，那这还不简单啊！我叫人从济南运一批过来就是了。长丝花在晋南本属稀罕，若千里迢迢将花送到京城，定会败了。北地天寒，
即便拿到种子，重新播种，也很难存活。再难我也要试，即便寒夜的眼睛一辈子不好，我也要陪他一辈子。就怕你到时候白忙一场。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当年用3万水石求嫁的时候，我就见识过他的铁石心肠。好你个紫园，我没看到你死皮赖脸追着他的样子，实乃我弟胜天，此生憾事。姑祖母若是想瞧，这几日盯着瞧便是了。好，姑祖母，你放心，我有信心。是啊，都知道你能吃苦。当年在归烟阁，就算受伤了也不喊疼，结果自己跑到房间里偷偷抹眼泪。你知道此事啊？真香，你小子茶冲的真是好。来，尝尝这杯茶怎样？西山白露，怎样？比你刚才那杯好喝多了吧？清朗舒雅，回甘良久。他也来山上了。哎呦，果真是瞒不过你。要不要去见见他？不用了，劳烦前辈替我谢谢他。那这壶茶你可得慢慢的喝，他走了，可真是没人能泡出这么好的茶来了。我家那小丫头粗枝大叶的，不会照顾人，你可要多担待啊。让他走吧，我的话不管用，前辈的话，他还是会听一听的。我的话，他就会听吗？自从他出生以后，我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我都没有帮过他，我有什么资格对他说三道四？寒夜，你要是真不想见他，你就自己把他打发走吧。殿下，殿下，姑祖母，殿下，殿下，你真的回来了？你怎么来了？我听吉利说你在这儿，我就来了呀。殿下，殿下，你的眼睛，我没事。难怪你不回京城。来，先坐。我就是不想让他觉得我们帝家的女儿娇贵做作，吃不得苦。我记得当年让我入京，我心不甘情不愿的，好像心里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还在父亲面前苦苦哀求了半个月。后来还捎带着你一起入京，来给我撑腰。进京之后，所有数得上名号的世家小姐都到我面前走了一遭，说些酸话也就算了，还挨个给我使绊子。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位太子殿下在京城是一个香嬷嬷，谁都想要咬上一口。是啊，那个时候寒夜荣冠中原的名号已经崭露峥嵘了。可我是谁啊？他们一个都没讨到好，全都灰溜溜的被我给整治回去了。那些上门的世家小姐，难免会有个琴棋书画出挑的，你是怎么整治他们的？我既然是以准太子妃的身份来的，那我就不会让他们白来。我跟你说，当时我从宗祠里把太祖的遗旨给偷了出来，他
他们每来一个人，我就让嬷嬷给他们念一遍。你想啊，每念一遍，他们就得跪一次，鬼还敢再来惹我？我就说嘛，你刚到京城的时候，总有世家小姐登门，后面一个都没有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后来有一次，我在整治忠义侯府嫡女的时候，被他瞧见了。等那个姑娘走了以后，他才慢腾腾地对我说：“哎，狄家的丫头，我看你在靖南一哭二闹三上吊，不肯来太子府，感情是唬人的吧？谁知道你现在拿着太祖的圣旨到处嚷嚷，指不定对我怎么满意呢。”韩烨还有这样一面啊！当时我还小，脸皮不像如今这么厚，被他这么一说，我臊得不行，我立马就想跑，他却低着领子把我给抓了回来，对我说：“我就喜欢你这种霸道又不做作的女孩。”可现如今，他却将我拒之门外。你说，我们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呢？我起初确实是谁也不想见的，但后来，我有些想你了。最近功课怎么样？我不在你身边，切不可荒废了。我哪有荒废？我都做完了，我下次带给你看。好。殿下，我说错了，对不起。无妨，我是瞎了，没什么不好说的。来，我给你尝尝骆明熙泡的西山白露。殿下，你是因为看不见，才不理姐姐吗？这花儿定会开吧？不出意外，定会。好，等它花开之日，我再将它送过去，免得空欢喜。我相信长丝花盛开之时，一定很美，他必然欢喜。恐怕这花儿我不能送给紫苑了。为什么？因为韩爷的演技需要他来做药引子。我栽种此花的本意，就是希望紫苑开心。如果他能让韩爷的演技重见光明，我相信紫苑会更开心。这或许就是天意，也是这花最好的归宿。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你醒了。大夫刚走，说大人只是染了风寒，休养几日，定有安。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我撑不了多久了。
大人，你醒了。大夫刚走，说大人只是染了风寒，休养几日，便无碍。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我撑不了多久了。大人不要这样说，琳琅一定会给你找更好的大夫。我早已耗尽心血，再好的大夫也无力回天。生死有命，我不会太执着了。青城不行，我们就回靖南治；靖南再不行，我们就到别处去。天下之大，琳琅一定会找到治好大人的办法。大人，你要相信琳琅，你要相信自己。他们都说，清城的水土养不出长丝花，我们不是也让它盛开了吗？你现在的眼神，跟我当年第一次见你一模一样。多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辛苦你了。对了，有冷北的消息了吗？听闻他因兵败，被贬为了庶人，放逐到了边荒之地。琳琅正着人搜寻他的下落。好，找到便杀了他。起立，出去。我让你出去，我自己来就好，别动。这是我自己来。水凉了，重启。开烫，重启。
我不喝陈茶，重庆。不用气了，我不喝了。寒夜，你这样是赶不走我的。我自己来。他杀了我。不过，前辈说我要多晒一晒太阳。风太大了。我想知道这本书写的什么。这什么？你烤的？我不爱吃鱼，给我加别的菜。怎么样？太子殿下，你手有毒啊！这般折辱我，你很开心？我方才明明说了我不爱吃鱼，偏偏给我加鱼，欺负我看不见是不是？照顾我的这些日子，你大概也知道我是大靖太子。原本你是帝家家主的人，我不好推辞，但你却这样敷衍我。可是帝家家主让你这么做的。我从小到大，还从未吃过如此难吃的东西。我乃堂堂大靖太子，即便是瞎了，也断不会沦落到此地步。你走吧。你的照顾，我无福消受。
小姐，渊叔，小姐，找到长丝花没有？小姐，你放心，我们会继续找的，一定能找到。就算找到长丝花的种子，它不能发芽又能如何？当年我初来到京城之时，非常的想家，寒夜便帮我寻觅到几颗长丝花的种子来。可是我日守夜守，好几个月过去了，长丝花也不见生根发芽。小姐，你别灰心啊。放心吧，不管是长丝花还是寒夜，我都不会放弃。他走了吧？我不是让你走吗？怎么没走？不走？你不走，你不走，我走。你怎么？原来殿下心尖尖上的人是我呀！燃了！你烤的兔子硬邦邦，真难吃。我要自己烤，烤鱼。我来钓鱼，钓鱼。I ain't gonna wait, that's all fact. Give me one shot and I'll never get the throne back. Sick of being cautious, I'ma go cause something, can't stop this. I'ma steal everybody's lane, call it shoplift. Sick of hearing everyone complain when they thoughtless. Taste the pain, it's like candy canes. It makes me go change into a better frame, into a better name. Society's insane, we all live for fame. 居然一个人喝完了整整一壶酒，看来太子殿下的酒量有所长进了。平时总是温温润润的，却没想到使唤人使唤的这么随性。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折腾人的。寒夜。是安乐寨寨主，当今的帝家军统帅，我如今像个小丫鬟一样在这服侍你，你心里是不是在暗爽？你是不是从以前就在计划着这一天了？你愿护我这么久？如今却落得这副模样，寒夜，你后悔吗？这香气是梅花。梅花再开，50日。山中梅花不知岁月，多希望我能有这。安乐，待梅花盛开时，再回去。去吧，花期已过，想必梅花都快凋落了。你的眼睛看得见，可以去看遍大京的万里山河，陪我在这里看枯树残叶。可惜了，
寒夜，为什么？子渊，你手握重兵，又笼络朝中半数朝臣，且世人皆知韩第二家有仇。你不相信我？不，我从未觉得你有问鼎之意。只是天下刚刚干戈之息，时局正乱，我护不住你。我曾经对一名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狄子渊。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你还是走吧。你凭什么觉得我需要你的保护？你又可曾问过我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弟子渊还是任安乐，这一世都不会放弃大晋太子韩烨。这句话，你也永远都要记住。江山无一尽，长思花不开。寒夜，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回来？姐，我从殿下的随身物品中找到这封信，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子渊，相见无期，展信如晤。对不起，自帝家旧案起，已有4000日夜。这句话于你而言，迟来太久。青南山已矣，我恐难归来。与安宁一样，此战或许是我最好的归宿。子渊，此时此刻，我忽然理解安宁为何苦守青南，除却对帝家的愧疚，更多的是为了脚下的土地、身后的家国、眼前的壮美山河。她是大晋的公主、将军，而我是大晋的太子。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哭于斯，葬于斯，何该如此？若我战死，必落黄泉，得见帝家族人和8万将士。作为韩氏子弟，我能坦然以对；若是得见韩氏先祖，作为大晋太子，我亦俯仰无愧。观我此生，不负家国，不负百姓，唯你一人，我放不下。而岁月不居，白云苍狗。从一开始，你我之间便隔着太多人与事。世间许多事，可笑如斯。此后余生，愿你展颜，光风霁月，不盈于心，平安喜乐。吾此生，重义于你，求不得，藏于心，是你，弟子渊，寒夜绝壁。你我耗尽了半生，怎会落到这样的结局？寒夜，我一定要让你回来。明熙哥哥，
从前你教我如何算计人心，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对不起。你想好了吗？想好了。好，我答应你。我看着你出生，又看着你长大，你能从我这里学成出师，我自然是高兴。谢谢你。你只管走下去，此事本是我心甘情愿帮你。殿下，殿下，半个月后，狄大人和骆大人就要举行大婚了。我知道了。暖暖手吧。琳琅，我马上要跟紫苑成亲了。恭喜大人，得偿所愿。甫开春，最宜乍暖还寒。大人以后若是想让长丝花沐浴阳光，只需半日便可。等到入夜了，大人就可以把长丝。今后这凌香楼也没什么用了。我走之后，你就接管凌香楼，也算是你的一处避世之所。可没有大人的地方，哪里算是琳琅的避世之所？得知你要与狄小姐成婚，琳琅心中替您欢喜，此情为大人舞最后一曲，就当是告别。如今这般下场，活得像条狗一样，一个个就更别想好过。洛气！
抓刺客！慢走！抓住他！慢走！慢走！琳琅，我有事了，我带你去看大夫。来不及了，你坚持一下，一定会没事的。能够死在大人怀里，琳琅已经心满意足。琳琅真的好想一直陪在大人身边，我多希望孔明灯的愿望能够实现。可惜还是不能如愿。孔明灯最灵验了，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琳琅，琳琅，琳琅，琳琅。大人说过，琳琅要做的，让所有人都喜欢。但是，其实这世上，琳琅只在乎一个人的权益。琳琅一直。来人呐！你叫什么名字？济南一孤，无姓无名，还请大人赐名。你生得清逸优美，何该好好爱惜？从今以后，你便叫琳琅吧。是。给你治眼睛的药已经准备齐了，不过现在还差一味药引。药引很难寻得。长丝花，这花在晋南本就稀罕，京城这寒燥之地，更未有人栽成过。这是我为紫园种的长丝花。尽人事听天命，治不好就算了。他们俩大婚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吧？你当真心意已决？我们之间，早已不是我的心意便能决定。早在11年前，韩家太子和帝家之女，便已是无法破解的死局。
林郎，是你啊，子源。琳琅不在了，你更要好好照顾自己才是。以前我还在想，如果我先走了，剩琳琅一个人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她。不过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是她在照顾我。你要去哪儿吗？我能去哪儿啊？我早就想变卖这凌香楼，然后带你一块回京南。可若不杀了冷北再回京南，我们定对不住安宁还有琳琅的在天之灵。是，我要让他永世不得解脱，生不如死。我最近都在福陵山，听说他在寻我。是，这冷北战败被贬，想来是恨极了你我，因此才来了京城。那明日你同我走一走。坊间传闻，公主府竟无端亮起烛火，还说是安宁将军魂归故里。怎么会有刚用过的痕迹？姬子元，我就知道是你。冷北，你也让我们好等。你，是啊，你现在瞧瞧你这副可怜模样。你们卑鄙无耻，居然故意放出风声引我来此。笑话！在你利用安宁致他困守孤城而死的时候，你可曾想过卑鄙二字？在你为求泄愤，刺死琳琅威胁骆明熙的时候，又可曾看过自己的无耻嘴脸？我因你们被贬为庶民，若能拿下你们，陛下定会恢复我皇子身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恢复身份，权欲的确将你变成了一头怪物。你如今身处公主府的庭院，心里竟不觉得惧怕吗？你不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恨不得将你弹之而后快？我怕什么？我是要得领大统的人。冷北，你到底长了副什么模样的心肠？日后我定会剖出来仔细瞧瞧。不过在那之前，人质、倭皮、凌迟，若不轮番试试，难及安宁和琳琅的在天之灵。带走。大仇得报之日，长丝花终于开了。若无琳琅细心照顾，你在我手里会长得这么好。
韩爷那边怎么样了？治他眼睛的药方都找齐了吗？只差长丝花，可我将种子栽满园圃，未有一粒破土。子源，你最喜欢的长丝花，终是在京城种了出来。只可惜，它没有机会送到你眼前了。14分之2处。你走路悄无声息的毛病，如今还是吓我一跳。坐，吉利，去帮我倒杯茶来。是。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自己埋头苦艺。陆明熙，你也一样，还是棋高一招。你现在竟然会示弱了，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韩爷。人是会变的，嘴毒如你骆大人，不也一样提点了我？我只是不想看你把自己困进死局。还未恭喜你和子源。她可是你的太子妃，你就真的甘心让她嫁给我吗？这件事，你不说我都差点给忘了。难得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所有的谋划的开始，就是因为你一句非弟子缘不娶，只有打着太子妃的旗号入京，这才轰轰烈烈，这才能开个漂亮的好头。所以你们便冲着我来了。但我没想到，子源却对你死缠烂打。我之前还一度担心，你一怒之下会做出什么意外的事儿来，却没想到，我都忍下来了。是啊，没想到一向克己守礼、稳重端庄的太子殿下，竟然会对一个水匪任安乐动心。这么想来，这一路还真是坎坷。是啊。陆明熙，你可要保重身体，才能照顾好子源。无妨，这老毛病了。不过我就算再不会照顾人，也比你这个太子擅长啊。你和一个瞎子比是吗？荒唐！这棋就先下到这儿吧。如果你想明白了，就来参加我跟子源的喜宴吧。我就不去了。祝你们百年好合。为何要唉声叹气的？小姐，我只是在想，殿下他性子执拗，认定一个理就很难回头。若那日他不来，你怎么办？你别忘了，我除了是弟子缘，还是土匪窝里长大的任安乐。若是他不来，那我就把他绑过来。小姐，
帝家家主说长丝花有了，真的。为何要唉声叹气的？小姐，我只是在想，殿下他性子执拗，认定一个理就很难回头。若那日他不来，你怎么办？你别忘了，我除了是弟子园，还是土匪窝里长大的任安乐。若是他不来，那我就把他绑过来。小姐，帝家家主说长丝花有了，真的。小姐，姑祖母，姑祖母，花儿呢？已经入药了，看把你急的。来，喝杯茶。心急则乱。姑祖母说的是。不过这花是从哪儿找来的呀？我并没有找，它自己出现了。不过有了这味药引，寒夜的眼睛一定能重见光明。可是紫园，能在京城这片土地上种出长丝花，心思难得，用心更难得。这就是像你告诉我的这个样子。哦，好看吗？好看。我们去胭脂铺逛逛吧。这么慌张，出什么事了吗？我就是想来见见你。我每日都在凌香楼，只要你想见我，我一直在。一直看你把这玉佩拿在手上，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这玉佩还是因你而得。因我？我还记得那年，那一天大雪纷飞，侯爷带着我爹和我刚一进府门，你出生的喜讯就传来了。当时侯爷高兴极了，什么吉祥话他都打上。这个时候我爹踹了我一脚，我就赶紧上前说恭喜侯爷。没想到侯爷就顺手把腰间这块玉佩赏给了我，还说从此以后子媛就是你媳妇儿了，你可要好好照顾她。我爹还说什么？侯爷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妹妹了，让我好好照顾你。这里原先是有一盆花，是不是？是。什么花？海棠。不过之前冷北来刺杀的时候，把它给毁了。海棠啊！如果你喜欢，我再种一盆便是。不用了。明熙哥哥，这件事情是我对不住你。子媛，无论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我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有来生，我也要陪着你。拆吧。殿下，啊，这。前辈风姿不逊当年。哎呀，你这个臭小子！这下好了，你终于能看见了。多谢前辈，前辈大恩大德，寒夜铭记于心。我没做过什么，如果你真想感谢，就去谢他。寒夜，如今你的眼睛重见光明，你的主意还没改变。前辈，他身边已经有了更合适的人，这是我和他之间最好的结果。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固执。哎呀，好了，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只是不知道这大婚是不是真的能让小姐称心如意。小姐做的决定准没错。
只是不知道我们苑琴是不是也称心如意呀？苑叔，你又拿我寻开心。你们俩怎么还在这有说有笑的？姐都要跟骆大人成亲了，你们都不着急吗？成亲是喜事儿啊，为什么不高兴？姐明明喜欢的是殿下，怎么能跟别人成亲呢？小姐自有考量，谁是她的良人，她心里有数。哎，不行，我要再去劝劝殿下。哎，小姐，他的眼睛已经能看得见了。那殿下可改变心意了？寒夜比我想象中的要固执许多。这眼看着大婚一天比一天近，太子殿下怎么不知道着急呢？小姐，如此看来，即便您上山去绑，怕是也绑不动他。大不了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不管怎么样都得把他弄下山。真好看。小姐才好看呢。好看吗？好看。殿下，你来了。殿下，你看得见我了。殿下，哎，太好了，殿下，你终于能看到我了。哭什么？我的眼睛好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啊。我高兴，我开心。那这样的话，姐姐就不用跟别人成亲了。殿下，你们两个情投意合，如今都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俩之间的情谊敌不过天下江山，权势纷争。我乃韩氏主君，若我娶紫渊为妃，只会害了她。曾经我以为只要我坚若磐石，竭尽全力就能护住她，和她在一起。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不敢确信了。殿下，您真的要放弃吗？每每我陷入困局，殿下都会这样问我。如今轮到我来反问殿下，您真的甘心吗？韩帝两家之间隔的东西太沉。骆家是帝家旧部，骆明熙从小又以守护紫渊为己任。相比我，他更合适。殿下，当安乐姐假扮成哑女陪伴在您身边时，您的心还有为她而动过吗？天色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殿下。温硕一直希望你随心的活一次。恭喜恭喜！里面请，里面请。哎呦，王大人、张大人，幸会幸会啊！你们先下去吧。是。姐啊，对不起，我没能说服殿下。他那么固执，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劝得动的。你快看看我今天好不好看？姐姐怎么都好看，不过殿下不在，姐姐这番打扮……姐啊，你不会真的要跟骆大人成亲吧？女为悦己者容。姑祖母怎么说啊？帝家家主说他量力而行，可他还说，你别什么事儿
都指望他这个老的。你这小丫头老是指使他做事，是不敬老。不敬老就不敬老吧，反正都是跟他学的。姐，你们在说什么？你拜托姑祖母做什么？前辈，今天紫园大婚，想必京城定是喜乐满城，红绸遮天。你怕是不愿意看到，所以才躲到我这儿来了吧？他能得个白首不相离的一心人，我该替他高兴。只是前辈，想要他一生无忧，平安喜乐，真的是我一厢情愿吗？平安喜乐，一生无忧，这是百姓人家最朴实不过的愿望，可与你们比登天还难。可是紫园这一生，他从来不信命。为了帝家，他逆山河，逆君主，唯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全部付于你了。我知道，这些年，你有话要问我，问吧。前辈，当年您将帝家的半壁江山相让，是为了天下百姓，还是因为心系皇爷爷？若无情义，又哪来的半生相扶相持？为百姓安泰，天下太平是真，相让半壁江山是假。那年在苍山，我遇到子安，遇到他，我才知道这山河偌大。后来我们相交莫逆，我便决定此生助他。那半壁江山，就是我为他打下的。既然我从未想过拥有，又哪来的相让一说？前辈，这些话您跟皇爷爷说过吗？我这一生跳出世俗，为所欲为，凡我所想皆能有，凡我所愿必能达。唯有他，让我终其一生不能再进半步。有时我会想，是时间错了，还是人错了？还是时间和人都错了。可是韩烨，我帝圣天这辈子从来不后悔遇到了韩子安。既然相识便已错过，终生只能为隐。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不想还是给他人造成了伤害。孙于君说得对，自私了，正是我的自私自负，才带来了帝韩两家的悲剧，最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可是韩烨，你跟紫园不一样，你不是韩子安，紫园也不是帝圣天，你们两个不要再重复我们的悲剧了。这是我送给紫园的新婚礼物，碧玺剑。这是你父亲送来的，他守了这把剑10年，也为了帝韩两家的旧事挣扎了10年。如今他已经彻底放下了，你也应该释怀。
迟了。如今一切都已成定局。不迟。银溪哥哥，寒夜若是见不到今天你这副模样，怕是要后悔一辈子了。他若是不来，那我便择个良辰节日，带着3万水师踏平太子府。这才是我认识的子元该有的气魄。你姐今日不是大婚吗？你来此处做什么？新郎官还在这儿呢，我能去哪儿？我是来替我姐传话的。她说，你今日若不来见我，我就抱着这碧玺剑回靖南。他日号令天下，地落联盟。也不知道你娶哪个女子为后，才能稳住你这皇位。荒唐！殿下。我姐她还说，寒夜，我带3万水师入京，你韩家的江山和太子，我势必得到一个，你自己看着办吧。当了1年大理寺卿，到头来还是个女水匪呀。寒夜，子元远比你想象的决绝。当日，在青南山上，如果不是禁言表明了身份，拦住了他就随你一起跳下山崖。殿下，姐姐因你失踪，一夜白了头发。寒夜，此生不要留下遗憾。来世再相互，一生一诺，情深又怎能不负？愿一次相拥换百年孤独，别是我今生最好的归宿。从天下尽付，来世承诺路，为山海奔赴，彼此浮沉迷途。漫天的烟霞照成了夜幕，雪落了白头，期待你回眸。若今生孤独，会与你被命运所卷。吉时已到，请2位新人上前。慢着！臣未见参见太子殿下。拜见太子殿下。帝家有女子上承于天，私得重任，荣封太子之妃。听闻大靖太子荣冠中原，今愿以3万水师求聘，不做他想，但求太子妃之位。但求太子妃之位。但求太子妃之位。弟子愿任安乐。
一直围着，3万水师作聘。我不论你叫什么名字，你都是我寒夜的太子妃。子渊，我让你久等了。整整1年才从梁帝升为太子妃，确实是让我久等了。太子殿下，吉时快要到了，不要耽误新人行礼。陆明熙，对不起，但我谢谢你帮我治好了眼睛。只是这一次，我的新娘子不能让给你。新娘子让不让，不是你说了算。陆明熙，殿下是要跟我抢媳妇儿吗？唉，还说我是殿下一手养大的，为了请您下山证个婚，差点把我吉时都误了。今日要成亲的不是子渊？帝室苑嫔，温良恭婉，惠智贤德，今日起配与帝静言为妻。臭小子，还说我如兄如父，要成亲了不早几日告诉我？不是，我也没比您早知道多少。苑嫔，今日委屈你了。明明是你的大婚之日，我却不能提前告知于众人。能为小姐完成心愿，是苑嫔的福气；能成为小姐的亲人，更是苑嫔的福气。你这丫头，这些年在我身边，早就是我的亲人了。唉，真是不放心把小姐和苑嫔交给你们呢。这世上，也就只有你们帝家姐弟敢骗我这个太子了。若不用这个方法，怎么能把寒夜你这头倔牛从山上骗下来？不过最开始，子渊想用的方法不是骗，而是绑。叫我太子殿下。好，太子殿下，快替2位新人主婚吧。子渊，你为我做到如此，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出现？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因为不管发生什么，知寒夜者，莫若弟子渊。这凌香楼，如今倒是我一人独享独居了。我自然是要压我自己当太子妃了。那我就压你当不上这个太子妃。
可能。姐，你赢了。子渊，洗碗杯里吧。我身为主君，这半生克己复礼，鲜有能随心而活的时刻。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皇爷爷的这道赐婚圣旨。不管我们帝韩两家曾经有过怎样的隔阂，我们两个人的命运早就纠缠在了一起，分不开的。巧得很，让我心动的任安乐，便是我要守护的弟子渊。主一时，这颗心怎能安放？倾我所有，掠起锋芒。你似心上缘，只渴望不可念想。耗尽此生，又何妨？斗罗一身风雪，愿光为你停留。不谈风月，我陪着你把命运紧握。你生得清逸优美，何该好好爱惜？从今以后，你别叫琳琅吧。是。斗罗一身
大人此前提过，京城中找不到的长丝花，琳琅找到了种子。大人，长丝花发芽了。我相信长丝花盛开之时，一定很美。你最爱的长丝花，终于在京城里找了出来。任它清风明月，我自安康长乐。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你叫我紫源，我当叫你明熙哥哥。如若不是因为你当初将我送到靖南，就不会有如今的任安了。明熙哥哥，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赔罪。你别用对付寒夜那套招数来对付我，我可不是这套。子然，我这一生未曾辜负侯爷所托。陛下无罪，我只要陛下还陛下一个清白，还百姓一个公道。请陛下还陛下一个清白，还8万将士一个公道，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如今地价平凡，更有人陪你看山河人间。再过2日，我便回靖南去，这辈子都不会再出来了。明熙哥哥，你会跟我一起回去吗？想必这个时节长丝花也已经开了。未能与你同看长丝花海，虽有遗憾，但我不悔。
get so mad, there's no controlling me. My thoughts get so bad, I'm like, I might grab a bat, I don't know. My wrath, my blood boils over like, oh God, here goes. I lost all feeling from my head to my toes. You said some shit that I can't let go, so just stay tuned for the rest of the show. So have you ever felt betrayed? Switches how you see things, realize something needs change. 十几年前，我小丫头跟我说，靖南长丝花清雅俊美，花开之时，生活繁星，花香十里。那时候，我少年心性，便找人学了起来，在东宫栽了满园，想着花开之时，给小丫头个惊喜。后来，小丫头离开了京城，我便把花种撒在了这里，想着有一日，小丫头若是回来，不会太孤单。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太子殿下，居然在这里挖坑填土，这样子真是叫人难以想象。那几年每次来种花，都得让吉利把着来，生怕有人看见我这个堂堂太子，满手满脸都是泥巴。真想不到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也没想到，这些年来你所经历的一切。更何况，长丝花不但京城的寒门赶走，这10多年来从未开过。其实，在这京城之中，我见过一次长丝花。我知道，我第一次看到长丝花布，是在骆明熙的房间里。能亲手触摸，知道有多么不容易。也是他让我更坚信。若能用心之深，定有奇迹。长丝花是为怀恋家国故土而生，长丝花最赖养护，犹如家园最耗心血，唯被用心对待，家园才值得怀恋。骆明熙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回到靖南看一次长丝花开。可惜最后也未能实现。这几年时和随风，长丝花不光在靖南开得好，在京城也忽然盛开了。这花开得烂漫无边，想必骆明熙还有天下万民都能看得到。帝释此缘，上承于天，私得重任，得与大靖皇帝韩业相携波澜壮阔50年。此间100年，盛世承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